兄弟们，乌克兰的大规模反攻那是真的要来了。随着波兰援乌豹2的确定，就在1月11号，英国首相府发言人也发表声明，表示英国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挑战者2主战坦克，以帮助该国抵御俄罗斯的进攻。那么，这次英国向乌援助了多少辆坦克？乌克兰是否可以进行大规模反攻了呢？最后，既然豹2和挑战者呢都来了，那勒克莱尔 M1还会远吗？英国首相府发言人称，我们正在通过提供有助于赢得这场冲突的新一代军事技术，增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很明显呢，主战坦克可以为乌克兰人提供改变游戏规则的能力。此前，美国与法国首次答应向乌克兰援助装甲战车，算是间接性的带动了其他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加强。那么很快，波兰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就确定了要向乌克兰援助豹2坦克。而除了波兰之外呢，还有芬兰、挪威等国家也在讨论向乌克兰援助豹2的问题。毕竟如今不少欧洲国家都装备有豹2主战坦克，如果每个国家都援助几十辆，那么乌克兰就能获得上百辆的豹2。更别说芬兰政府还曾放话要将其库存的约100辆豹2 A4全部援助给乌克兰。此时呢，英国政府也突然发声了，表示自己将向乌克兰提供10辆挑战者2坦克。挑战者2坦克为英国公司阿尔维斯维克斯所生产的一款主战坦克，是以挑战者为名的第3种车型了。它在挑战者1坦克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现代化改良而成。该坦克的战斗全重为 62.5 吨，成员4人，全长 11.55 米，全宽是 3.52 米，全高 2.49 米，车底距地高500毫米。相较于挑战者1，该坦克的炮塔采用了全新设计，使用第2代乔巴姆装甲，拥有极强的防破甲弹和防动能弹的能力。而它的主炮呢为 L30A1 型120毫米线膛炮，管长为55倍镜。尽管它和挑战者1坦克上的 L11型火炮口径相同，身管长度也差不多，但是呢 L30A1 型有许多重大的改进，其炮管采用了电扎重熔钢自紧工艺和身管内壁镀铬工艺，提高了身管的寿命。这使英国的坦克炮第一次采用镀铬工艺，并且它还通过加大药式容积和对弹药的改进，使得火炮威力得到大大加强。该坦克能够使用的炮弹有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碎甲弹和烟幕弹等。挑战者2的主炮还能发射一种 Charm 3型贫铀弹，它具有更大的长径比和更高的穿甲威力。至于在辅助武器方面，挑战者2使用的仍是2挺 7.62 毫米机枪，一挺为 L94A1 型并列机枪，一挺为 L37A2 型高射机枪，弹药基数为4000发。在火控系统方面，英国采用了加拿大计算机公司生产的新一代数字计算机，是 M1A1 坦克上火控系统的计算机的改进型号。车长有一具 SFIM 型稳向式瞄准镜，同勒克莱尔坦克上的瞄准镜类似，不需要转动镜头就能进行360度观察，倍率为 3.2 倍和 10.5 倍，相互可切换。另外配置有一具激光测距仪和热成像监视器。炮控装置为全电式的，带双向稳定器，由英国的马克尼雷达防务系统公司生产。总之呢，挑战者2上的炮长瞄准镜和车长瞄准镜都是带热像仪的，稳定式3合1瞄准镜，这一点比起豹2的火控系统还是要强一些的。该坦克呢，通常和目标交战的方式呢是车长用其瞄准镜发现并且瞄准目标，按下校准开关，将火炮对准目标。然后呢，车长将目标交给炮长，下达射击命令。其计算机呢可以同时储存2套独立的目标数据。炮长在射击并且摧毁目标后，车长呢就会立刻按下校准开关，转向下一个目标。那么也就是说，挑战者2是可以同时对付2个目标的。那么这套火控系统呢还有发展潜力，比如安装目标自动跟踪装置，以及能够探测和自动对付各种威胁的辅助防护系统等等。在动力系统方面，挑战者2的动力装置仍然为珀金斯发动机公司的微型12缸柴油机，最大功率是1200马力。和它匹配的是大卫布朗公司的 TN54 全自动变速箱，这种变速箱呢是挑战者1的 TN37 变速箱的改进型。
是一种串联式4自由度液力机械式行星变速箱，由3个行星排、3个离合器和3个制动器组成，可以实现6个前进档和2个倒档。而 TN37 变速箱呢，则为4个前进档和3个倒档。和 TN37 相比， TN54 是调整了齿轮的传动比，提高了传动效率，降低了油耗，改善了加速性，提高了坦克的最大速度，并且保留了进一步增大传动功率的潜力。并且和 TN37 一样，这种自动变速箱也具有无极转向的能力，其最大速度为56公里每小时，越野平均速度为40公里每小时，最大行程为450公里。可以认为，在机动性上，挑战者2呢和挑战者1基本是一个档次的，而和豹2 M1 这类坦克相比呢，则是有一定的差距。这也是挑战者2后来改进成挑战者2E 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在防御方面呢，该坦克也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可靠的坦克，而且挑战者2的远程攻击能力也不弱。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它的前辈挑战者1型主战坦克曾在5500米距离上一炮击穿了一辆伊拉克陆军的 T55， 创造了世界主战坦克最远距离的击杀世界纪录，而且时至今日都没有被打破。现如今，英国共有148辆挑战者2，加上封存的有个227辆。虽然这第一批打算援助的10辆坦克仅能装备乌军的2个坦克排，但是在战场上并不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大家都知道啊，英国历来是援乌最给力的国家之一，众多威力无比的重型武器都是英国先给各国跟进的。如果波兰发起的援助联盟成功，各国纷纷效仿英国，给上10到20辆的现役主战坦克，比如豹2呀，或者勒克莱尔啊、挑战者2呀，乌军马上就能具备大规模地面反攻的能力。其实啊，在援助这方面呢，最近大兵听说了一种说法，那就是美国等北约国家军事援助乌克兰其实是有5道门槛的，分别是制式重型火炮、反导防空系统、重型装甲车、主战坦克和固定翼战机。现在是前3道门槛已经越过了，而后面越过主战坦克和固定翼战机2道门槛，目前也只是时间问题。综上所述，随着大批主战坦克奔向战场，乌克兰外长此前说的在3到4月份发动大反攻，也有很大概率变成现实。乌克兰最缺乏的反攻利器就是飞机和坦克。扎卢日内称，反攻大概需要300辆西方坦克、700辆步战车和500门榴弹炮。其实这点东西对于北约各国来说并不是个难事儿，就看是谁先开这个头了。法国先试探性地送了一下轮式坦克，结果各国纷纷表示给予步战车。现如今，波兰又组成了豹2同盟，呼吁各国援助豹2给乌克兰。再加上此前英国挑战者2的强力捧场，或许呢，我们往后会在乌克兰战场上看到来自北约的钢铁洪流。这也不是大兵吹牛啊，如今除了波兰和英国之外，法国也加入了这个豹2同盟。有法国官员告诉记者称，巴黎现在正在向柏林施压，要求德国同意并且向乌克兰转移豹2坦克。作为交换，法国将考虑将勒克莱尔坦克送给向乌克兰援助豹2坦克的国家。与此同时，美国也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更先进的装甲车辆。不过这个装甲车辆呢，并不是大家预想中的 M1 坦克，美国优先考虑的是斯特赖克装甲车。这是一个庞大的系列化8轮装甲车族，有着人员运输型、火力支援型、反坦克导弹平台、自行突击炮等多个衍生型号。目前美国还尚未透露要向乌克兰提供哪种型号的斯特赖克。不过呢，动力网站却认为斯特赖克装甲车可能并不适合在乌克兰作战，因为它采用的轮式底盘越野能力相对较差，在泥泞地区行动是比较吃力的，而且该装甲车在低温环境下的表现并不理想。据说在阿拉斯加的寒冷天气下，美军用于修理这种轮式车辆的时间远远多于他们的出动时间。因此外界猜测，或许斯特赖克装甲车只是美国向乌克兰提供 M1 系列主战坦克之前的过渡。自从9月份以来呢，美国就已经公开讨论是否要向乌克兰提供这种美军现役主战坦克了。尽管五角大楼前几天还表示 M1 系列坦克采用的燃气轮机的维修复杂，燃料消耗大，可能不适合在乌克兰使用，但是在北约大举向乌克兰提供重型装甲车辆的背景下，美国最终批准 M1 的可能性也很高。
而随着各国新一轮军援的到来，乌克兰也必将会在局部战场上形成优势了。而且客观来看，部署在前线的俄军炮火密度已经不足以覆盖所有的北约援助力量了，这代表着乌克兰几乎可以近乎完美的接收所有来自欧美国家的军援。而乌军近期在各条战线上的推进比较慢，可能也是在等北约的装甲车到位。目前对于俄罗斯而言，其发起战争的最低目标，也就是建立克里米亚至顿巴斯的大陆桥这件事情已经实现了。但是问题是，这个大陆桥严重缺乏纵深呢，在最狭窄的地方，从前线到达黑海海岸大概是只有100多公里，可是它的长度却达到了500公里。这一地段任何位置均处在乌军精准炮火的射程之内，俄军指挥部、弹药库等地几乎每天都会遭到精确的炮击。因此，乌军大规模反攻最佳的选择应该是南线，准确来说呢，就是截断这个大陆桥。为此，他们需要大量的突击装备。北约国家也收到了乌克兰这个信号，各种装甲车的到来都是在为大反攻做准备。至于具体的时间呢，有网友猜测会是2月24号，也就是俄军入侵乌克兰的日子。而乌克兰在发动春季攻势以后，俄罗斯军队遭遇军事压力，那也是必然的。不过俄方也不是没有反击手段。此前普京在参加会议时就表示，他们会对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爱国者进行100%摧毁。大兵这里猜测，俄罗斯应该会动用高超音速导弹这样的先进武器。毕竟目前能够让普京有底气说出这句话的，恐怕也只有高超音速武器了。但是是否能真的100%摧毁，还是要打个问号的。那么俄罗斯又如何阻挡乌克兰的全面反攻呢？一字长蛇阵显然是不行的。上千公里的交火线，如果平均摆放防御力量，那别说几十万了，100万兵力都不够用。因此，现在俄军已经从库尔斯克州一直到扎波罗热州修建了1000里防线了。不过，除了加强防御阵地的建设，深挖沟之外呢，俄军有可能会采取机动防御和重点防御相结合的方式来应对前线的挑战。所谓的机动防御，就是组建高度机动化、有强大反击火力的部队，根据乌方的兵力部署、调动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机动作战。当然，这需要俄军有强大的高时效性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目前来看，俄军这方面实力并不强大。而至于后面的重点防御，也就是对高价值战略目标进行严防死守，比如北克里米亚运河，这里是克里米亚半岛的水源，也是俄军重点保护的战略要地。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于乌克兰的春季大反攻都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